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大家接下来这个东西大家都要记住了，好吧？这以后出去讲燃料电池就讲这几种而已了，大部分主要是这几种。我们讲过燃料电池的种类的命名就是什么？以它电解质的名称来命名。第一种，这是现在可能是可能是比较热门的哈，但是好像也热门过了哈。叫做什么样？叫做 PEM Polymer Electrolyte Membrane， 叫什么呀？就是高分子电解膜啊那个。然后事实上这个字哈，那个什么这个字刚好很好玩哈。这种的话是以电解质的名称哈来命名叫 PEM， 但是有时候这个 PEM 会变成什么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， 质子交换膜啊，刚好前面都写的都是一样，都是 PEM， 所以有时候 PEM 到底反正这两种东西是一样的，就是说有一种高分子的交换膜，它的交换膜只能允许质子过去。所以说你称之为一般就叫做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啊 PEM， 但是事实上如果说以它的命名方式，应该是电解质的名称的，电解质的那个的材料，所以它是一个什么？很明显是一个固体的，所以它这个是什么？它是一个固体的有机的高分子，它的操作温度60度到100度，所以你会发现说这种为什么早期我讲5年前到10年前很热门，因为那时候一阵风潮，希望怎么样？什么有一天我们的手机啦，有一天我们的电脑啊。都可以用这种东西来当燃料，因为它温度低啊，温度低就不需要做一些隔热装置嘛。你温度很高的话，你就要做一些隔热就很麻烦哈。这个是它的什么样？它的正极跟负极的反应啊，总反应，这大家都要知道哈，就看一下哈。这一种是最早的啦，就是说成熟最早叫碱性燃料电池啊。好，它的那个电解质是用那个碱性的物质，然后它的操作温度也不高啊，然后也是这样子。另外一种叫什么？叫磷酸燃料电池，这也是一个发展技术非常成熟的燃料电池。这个是用在太空梭里面的，这个是发展非常成熟的，而且效率也很高的。但是呢，它的坏处就是什么？基本上它的那个电极需要用那个白金，然后又是液体的电解质，所以说腐蚀状况很严重，所以基本上成本还是蛮高的哈。这个是它的反应式。这个是什么样？熔碳酸盐燃料电池，它顾名思义，它的电解质是一个碳酸盐，平常的话是固体，白色固体啊。然后那个什么，如果是那个高温的时候变成液体啊，然后所以它温度很高，你看600到1000。然后呢，它的好处是什么？它可以用一些不同的东西，好像是这个是这个哈，你看它的反应式就不太一样了。它的反应式里面正极的话，就里面有 CO2 了。然后当然 CO2 只是一个中间产物，没有被产生，但是之后变成说你要从这个负极里面把 CO2 收集起来，再灌到正极里面去，让正极里面 CO2 参加反应，这是另外一种。这一种也是高温的燃料电池，叫什么固态氧化燃料电池哈。它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？它的燃料哈非常的具有弹性，一般来讲一氧化碳也可以当成它的燃料。反正一句话，电解质是什么东西？那它的命名就是大部分就是这样子哈。这个是用中文写的，一样都是差不多了啊，基本上。那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？低温的燃料电池，它的这个触媒一定怎么样？白金，代表就是贵。高温的话，我们刚才还讲了说，白金下面是什么？镍嘛，镍下面是什么？银嘛，记得吗？刚才我们讲那个 I0的值有没有？最高的是什么？8嘛，再来就是什么？白金嘛，再来就是镍嘛，再就是银嘛。所以说一般来讲都是用白金比较多嘛，这个是用镍，这是主体的材，就是我们的那个，然后发电效率，你看都是50几以上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如果有印象，我们当初我们在讲什么那个什么火力发电的话，都搞到40几，就已经搞得已经非常的怎么样子了，这边50几，非常的大哈。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什么传导离子，就是跟它的反应式相关啊，跟它反应式相关哈。传导离子是什么东西？好，这边也是一个，就是另外各种类型的每个的那个什么的表现方式不一样，所以我只是让大家看一下而已啊，就是说，反正呢你就尽量看一下，你看这个东西啊，这边多了一个哈，就叫什么直接甲醇燃料电池，这是一个也直接讲，它顾名思义就是怎么样，它燃料是什么甲醇，所以说你看这个地方它燃料是甲醇啊 ，OK 啊，这个是甲醇。那其他的跟我们讲的一样的哈，就直接讲燃料电池。这个是优缺点啊，优缺点基本上
这两个都是什么呀？这都是什么？这两个都比较那个什么？比较 well developed， 就是那技术已经很成熟了，就叫碱性燃料电池跟磷酸燃料电池。但是呢，这两个有个坏处是什么样？它的电解质是液体，液体的话就有腐蚀的问题。还有一种叫做二氧化碳中毒，因为如果说你的燃料里面如果二氧化碳你不可能100%都是氢的，你一定少许的杂质嘛。然后这个二氧化碳会跟什么？跟电解质跟电极的什么白金会产生很大的一些作用，所以说会有二氧化碳那个什么中毒，那叫 poison， 叫二氧化碳污染的问题啊。这个有些地方都蛮问题。你看这个像这个题目，它也有跟一氧化碳污染的问题怎么样子？所以很多时候的话，基本上你高温的燃料电池啊，对燃料的什么纯度的要求没那么高啊，低温的燃料电池要求就很高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它成本就很贵。为什么呢？你要负担那些燃料的那个的重整的，就蛮贵了哈。然后基本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lifetime 的问题，就是代表说它因为电解质那个电极会被腐蚀掉这样子啊，这样子。然后其实这两个哈，这两个的缺点差不多，只是不晓得为什么他把这个重视过来这样子而已。好 ，OK 啊，反正看一下比较这个，大家虽然我没有讲，反正我都不是没讲，都讲了，只是我没有或许没有照这个讲，都把它讲了，大家回去把这个资料看一看就好了。这个也是啊，然后这个是怎么样？这就是讲说，如果你要应用的时候，大概什么样的应用品，你需要什么样的 range 啊？比如说，你如果做什么做 portable 的，做可携带式，包括你的手机，包括你的电脑，那你需要是怎么样？大概1到110瓦1到100瓦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要用在家里面，可以负担一个家里的发电，那你大概什么到10 k 瓦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说你是要做什么，做一些 stationary， 就是说固定式的发电装置的话，你最好什么样可以达到什么100万瓦嘛。所以不同的什么样，不同的东西它的特性不一样。那你就针对它特性不一样的时候，看看选择要用什么样的燃料电池。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当我们看到什么发电机都是什么固态氧化燃料电池，或是熔融碳酸燃料电池，就是因为发电装置就是要这种高功率的。那刚才为什么讲说那个直接讲成燃料电池、直接交换膜燃料电池适合做一些什么一些那个手机怎么样？温度低，然后什么瓦数也低啊。这边有张图的样子，好像可以看得出来，这边有没有看出来？有没有？这个是基本上是它是什么燃料电池？它可以发的电的话，适合发的电的话，大概是在什么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就是这个 PEMFC 哈，这叫质子交换膜或是什么那个高分子电解质交换膜，我们或者质子交换膜的电池，这个是之前蛮热门的啊。然后一般发电装置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两个大概就真的现在比较少做了，这两个基本上就是因为很成熟，比较少做了。不过成本因为都是成本的问题，没办法降下去。那这两个的话，现在在发电装置上面也蛮成熟。这两个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呀？废热使用。所以那时候希望是说，除了可以高效率发电废热使用，因为都是几百度吧，有时候都是200-300度，甚至是500-600度，所以这两个废热使用怎么样去结合它，也是可以做一些研究。汽车、定型发电机、微型发电机啊，你希望用什么样的燃料电池，对不对？这边它的类型哈，大家看一下哈，这看一下就好了啦哈。反正你搞久了的话，就很自然就熟了，大家都知道说大概是怎么样子。啊，这边也是一样的哈，这是不同的燃料电池，然后基本上有一些那个什么，一些那个它的指标制造商啊，这个是我刚好我在那个维基里面找出来，现在发展中的燃料电池。再讲一次哈，任何燃料电池的种类怎么样？你可以在一个极让它产生解离。啊，电子解离出来，啊，电子可以经由外电路跑到另外一个极，然后再做还原，这样子的装置就叫燃料电池。所以你只要找到任何东西可以这么做，就是燃料电池。所以这边很多啊，所以基本上有些东西跟我们想象中的燃料电池也不太一样啊。但是呢，只要有这种反应就 OK 了。啊，它里面讲说，你看很多人在发展了，